你们吃好了是不是？已经吃好了。吃好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可以假吃吗？小心被网友发现。好的不学，看我。什么假吃啊？我这怎么这样假吃啊？哎呦，不要假吃，什么假吃？但是你们拍戏，没有我都真吃的。其实假吃更难演啊，太难演了。哎呦，对。有遇到过那种拍戏的一桌子菜，其实能吃的就1、2道吗？有，一打开那个鱼巨馊，然后就给对方夹，给对方演员夹。主要是有的他是没有备份的，他就说这个菜不要吃，不要动，对吧？不然不接戏了。对。刚才我们玩的这个问心丸里面，没有摇出去的，吃饭的时候就要回答那些问题哈。哦，你看这个好尖锐。当你在社交媒体分享的内容被质疑立人设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这是在立啊，我这是在立啊，他质疑，我完全立起来，我立住了，我立住了。当你被质疑是，我也不会怎么做，我就会继续做这个人设，让他发现。他没有立人设哎，是真的，是真的这样子。因为如果真的去给自己设计个什么，你很难一直这样坚持下去，活得很累。是的，比如说，你看我们喜欢跳舞，那我们就有机会就会发一些视频啊什么，也不会说是说那就是你发跳舞视频，一般大家怎么说？哇，都是会夸赞吧，还是爱看多跳？也会有人评判你说什么太久不跳退步啦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有啊。还有人说你啊？我还上过热搜呢。真的假的？说你退步啊？对呀。然后就说退步成啥样了，然后我还就是被骂的评论区很多评论啊，数据很好。就是不点开的时候看数据是很棒的，然后一点开全是骂的，热评都不想看。哎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就都接受嘛。那确实退步了怎么办呢？练呗。对，练呗。说明他们非常关注你的一举一动，至少知道你是舞蹈是你的一个杀手锏。但是我想说，有时候就叫我们就是跳什么的，那我们也是很用心去录，不是说故意说要跳不好什么的，我们肯定也是因为你们想看，所以我们也就是录啊跳什么的。下一个问题哈 ，Let me check， 一个发黑的球，里面不会是些黑料吧？很恐怖的感觉。黑料直接扔走，直接咽了。你真的很严，这个真的挺那个的。你觉得你会因为什么而被市场淘汰？能力不足。能力不足哪方面？我没说我一定说的，我就是。那你说我吗？你说谁啊？你说谁？我在说我是吧？啊，我以为就是他这个问题就针对我们每一个人。我想我因为什么淘汰？说错话了。说错话那常事儿了。那因为什么淘汰？就是有很严重的那种三观上的错误，让观众觉得反感，想到处抵制你的情况之下，你容易被淘汰。正常来说，我觉得还是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吧。我都真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还没那个啥呢。市场还没占那么多呢，就要回答这个问题了。还没一席之地呢，就要让我走了？对啊，那想着干啥呀？我觉得就是止步于此吧，就是一直不进步。止步于此。对。就一直没有给人家新的东西。对，比如说像你演着都一样，也不进步，那肯定就是。确实，多拓展自己的戏路，对不对？像杰琼就是那个小巷人家，就让大家真的眼前一亮。是，确实，我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好。特别是你跟你爸吵架那个。哦，是。你不让我读高中，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场的名额，你要把进场指标给小米。小米最后也没有进场吗？不是？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，不是妈不想给小米占这个指标。
我那场戏也是就是我做了很强的心理准备，因为我试戏试的就是那场戏。试戏就上那么难的戏啊？那反正那场戏拍的挺艰难的。你演了几场呢？2、3遍，2遍吧。因为你真那种情绪戏演不了太多遍。好，看一下你们最后一个问心丸，一个黄色的问题哦。警告啊！我慢慢打开哈。你是否受到过？你是否受到过来自前辈的捶打？Oh my god！ 但是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方向呢？就看你怎么理解。你就说，哎，对我都是很好的。那个什么响鼓得用重锤，响鼓得用重锤。哎，响鼓得用重锤，听懂吗，孩子？前面那种教育肯定是有的，希望你怎么更好什么的那种。但有没有那种情况下很明显的感受到，不是出于善意的？我说一下，展开讲讲呢？也是导演吧，就很不尊重人。就打个比方说啊，我跟杰琼以前合作过，然后呢，这次呢，我来见杨迪，他是一个导演，然后我来面试嘛，然后他说尹正你认识周杰琼吗？我说我认识，你们两个之前合作过是吧？我说对，合作过，我跟他关系特别好，你有他联系方式吗？我说有啊，怎么了？你去问他，我会不会用？啊？我心想，你不用我都不能当面告诉我吗？恶心人呢。对，就是我连这点的尊严都不配有吗？就你告诉我我不会用，你可以，我觉得你很奇怪。这个确实。然后就直接走掉，直接走掉。我说再见。后来好像还有阴差阳错，有一次就是又遇到，没有遇到，就是说好像是跟他有关系的项目有找到我身上，我说我不去，不可能去，就这种人的三观在我这里是不成立的，因为我跟你，就是你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，我跟你的三观就是不合的，因为戏剧表演艺术到最后它一定是真善美的，那你是一个这样对待一个陌生的晚辈的一个人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再好的项目，我也不会跟你合作，因为我相信，再好的项目被你这种人拍出来，它也不会好看。别的都还好，如果觉得比较错误的，我就不听就好了，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。到后来才懂这个道理，就是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。我是会反省自己的那种，是吧？其实我喜欢有事说事，突然一顿骂的时候，就他好影响自己啊，就好我要疯了。因为我们后来录节目也会碰到很多新人，先来跟我们打招呼啊什么的。我是真的告诉自己，永远不要让人家觉得很紧张。我很不希望新人一去碰到一个前辈，他受到的是我们那个时候受到的那种待遇，这个是我自己内心真的想的。佩瑶被捶打过没？没敢。没有，好像没找到你人，溜了。挨人没在，像佩瑶不出来，来没来啊？看见巴掌要抬起来的时候就跑了。没有，可能运气比较好，就是没有碰到，就是很特别刁钻的人。对。大家都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了，然后经常会进入不同的剧组，所以特别想问问你们，有没有什么非常好的能够迅速熟络新朋友的方式呢？我的好朋友啊，基本上都是在工作上认识的，尤其是在剧组的时候，因为接触的还是以演员居多，表演是大家的专业，一聊起来就聊个没完。那也别光聊啊，还能喊着一起吃顿烧烤，跟咱们一样，吃着烧烤，喝口可乐，这样熟起来更快。我就比较喜欢跟新认识的朋友分享这个好东西，这样也可以马上熟悉起来。雪儿说的对，分享啊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
你就看今天吧，大家来了之后，我们这个朋友厨房呢，就拿出了我们朋友厨房最好的东西，可口可乐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来吧，咱们一块碰一个。来，一口畅爽，烧烤也成局。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下一个灵力挑战了，闯荡横国了，朋友们。 Oh my gosh！ 是来太多遍了。天黑的挺快啊，还是因为今天乌云的关系，真的是乌云压顶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横店清明上河图，感受一下拍戏啊！下雨了，我们要打着伞演吗？这个雨还要多久呢？而且这个雨越下越大了，怎么弄啊？有点不好整啊，雨越下越大了，怎么搞啊？